你好，今天阿叔和你分享的可能是越南最沉重的一段历史，但在那令人沉重的反思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今天在越南最繁华的城市胡志明每天都在上演的美丽夜晚，一前一后，可谓地狱天堂，其中经历了多少的鲜血奋斗，才换来了今天的人间乐土。看见历史粗糙的一面，并非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更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这个是一个铁架的，背在身上还挺重的。Người mẫu Ngọc Trang, Á hoàng trang sức Việt Nam 2022, siêu mẫu Lê Xuyên, siêu mẫu Quỳnh Nhi, người mẫu Phương Thảo, người mẫu Hương Kim, Hoa Khôi Sông Vàm 2022, top 16 Miss Cosmo Việt Nam 2023, Quỳnh Đào Diễm Trinh, người mẫu Tăng Hoàng Yến, người mẫu Ngọc. Vậy thì anh xin chết đi người anh thương, xin cho anh danh hết. Á Khôi, siêu mẫu, người mẫu xin được giới thiệu đến tất cả quý vị Á hoàng trang sức Việt Nam 2022 Ngọc Trang, siêu mẫu Lê Xuyên, siêu mẫu Quỳnh Nhi, Á quân Fitness Model Cao Thị Cẩm Tú, người mẫu Phương Thảo, người mẫu Hương Kim, Quỳnh Đào Diễm Trinh, Hoa Khôi Sông Vàm 2022, siêu mẫu Quỳnh Nhi, Á quân Fitness Model Cao Thị Cẩm Tú, người mẫu Phương Thảo, người mẫu. 简单吃个午餐，又去昨天吃那个糯米饭的地方啊。这一次依然是糯米饭啊，就是肉松，还有卤肉、鹌鹑蛋、腊肠，还有肉糕啊，还有一点那种肉末吧。
这个5万越南盾。昨天一样，也来一杯2万越南盾的咖啡。这糯米饭昨天尝过了，很不错。今天点了个不一样的糯米饭套餐。面前就是车来车往的。我发现那里的法棍啊，也是加了这些配料，还有一包这个可能是洋葱，也可能是萝卜条。哦，这个是腌的萝卜。如果不是西贡河，可能胡志明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这条河流全长约225公里，发源于柬埔寨境内。在19世纪法属殖民时期，法国在西贡河沿岸修建了港口，如西贡港，使其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在河边行走，我们依然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装载着集装箱的货船，河流依然承载着胡志明市大部分货物的进出口运输。越南其实说来哈，才不过统一独立这个50年的时间，50年时间就从一个战乱中生灵涂炭的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程度啊，也是一路走过来，也经历了很多困难。今天出门马虎了，就没带够钱，因为习惯了手机支付了，所以在中国已经养成了这种出门不带钱的习惯了。我身上只有40多万，不知道够不够买一张票。这里有好多艘这个游船呢，这个游船都是有3、4层的。这艘船是有3层的啊。奢华的感觉，里面的装饰。这艘叫公主号啊，越南公主号。这艘就可能还没有运营吧，还在施工中吗？这艘没动静的。我们能看到西贡河的游船，它的运营时间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钟啊，有5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它这个开船的时间应该是晚上8点钟吧，然后一直开到9点15分。每艘船能容纳超过900名顾客，浪漫的设计，专业的服务。越南火锅啊，里面有对虾，有这个鱼肉。坐上了西贡河的豪华游轮，
即将游览美丽的西贡河，这里是整个越南最繁华的夜景啊！这里是越南最高的莱玛巴西。坦白说，我在胡志明住了大约10天的时间吧，并没有去很多的地方，但胡志明依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也比较美好的回忆。因为我通常白天啊，就是可能在家里剪视频，那晚上我就到胡志明市中心溜达。我发现这里晚上真的非常丰富的这种绚烂的文艺演出啊，我每天就光看这些演出就很满足了。比如说看美丽的服装、美女、美食、美丽的夜景啊，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胡志明并非每天晚上都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文艺演出啊。因为刚好呢，我在胡志明的那段时间是碰上了这个越南的一个什么节日啊，所以就连续了大概1周的时间，每天呢就是在胡志明市中心不同的舞台上都上演着不同的演出，所以也是觉得比较幸运。很多的演出呢，我都用高清的相机记录下来了，我将在后面的影片和大家分享这绚烂的胡志明夜晚。又到了考验心脏的时候了。这个胡志明也太厉害了吧，感觉天天上演着各种的演出啊。这一条胡志明市中心的一个长廊啊，舞台都有好2、3个。嗨走，现在是找吃的，就好像是一家老店啊，墙上贴着这个历史的一些影像。这家人开了哈，开了几十年了，1988年，1982年结婚的啊。哦，可以啊，还感受到越南的这个婚礼的一些文化。这是1970年时候的西贡 Casino。8点钟终于吃晚餐了，在紫苏吧我还以为是面呢，原来它是黄色的粉，我看图片它是黄色的，我以为是面呢。在越南就没吃过面啊，都是粉。有几块牛肉哈。这家店感觉应该是挺有名的哈，属于是那种能排得上名气的店啊，加起来就20来块钱嘛，看着很好吃啊。酸的，双咸的，这口感有点让我想起国内那个竹升面的口感啊，就比较筋道。这个汤挺酸的，而且我没加柠檬啊。还是不错的，天气那么热，酸的挺爽的。理解越南人爱吃酸了，这天气吃酸的话就特别开胃。来一口牛肉啊！哇，这个牛肉煮的特别的软糯粉，就基本上是放到嘴里面它就化开了。
这牛肉是咸甜口味的，不错不错。这个牛肉我感觉是他家的一个特色了，这个做法、这个口味还蛮特别的。这粉也可以，牛肉也可以，可能是我饿了，吃的好爽。这天气太热了，感觉这个冰茶可以一口气就喝完它。这冰茶可能兑的水太多了，感觉那个茶的味道挺淡的，不如其他地方。这里还有红萝卜，还有豆芽，大概16、17块钱，吃牛肉都吃爽了。战争博物馆7点半到下午5点半，一张票是4万越南盾，12块钱左右，挺实惠的。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西贡市中心的一个战争纪念博物馆，就是越南战争，我们很多人都了解了。咱们可以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在1954年啊，当年呢，这个越南击败了法国啊。然后呢，就法国撤离了越南境内，然后随着这个日内瓦协议的一个签订啊，就以北纬17度为界，分为了北越跟南越。南越就是由西方国家阵营支持的嘛。后来呢，就第2年，也就是1955年吧，就爆发了这个南越跟北越的战争，就美国就进来了。在我中学的历史书是这样介绍的：美国为什么参战？就是说是害怕这个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嘛。在1975年的时候呢，这个北越的军队就攻占了今天的西贡，也就是胡志明市。大概就是这么一段历史啊。今天我们看的博物馆呢，就是这一场惨烈的战争的一些这个战斗的武器。我现在看的这个是整个战争纪念博物馆，好像是最大的一个设备啊。它是一台这个多功能双引擎、双螺旋重型运输直升机，主要是做运输的，波音公司设计和生产的。它的主要任务包括部队调动、炮兵部署和战场补给。这台直升机最精彩的任务是将炮兵部署到其他任何生产方式都无法进入的危险山区啊，并为其提供大量的弹药补给。曾经这些都是血肉模糊的一些设备，今天成了人们拍照的背景。这边主要是这个直升机，还有坦克一些地面作战的一些武器，然后到了这一边就是一些战斗机了。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现代启示录》。有一些是轰炸机，有一些是战斗机，有一些是运输机。半个世纪以前，美国就有这么高大的先进的科技了。这是一架双旋翼直升机啊，用于运输救护、空中护航、侦察任务以及空降部队提供火力协调支援。最大作战距离370公里，能够在任何复杂的区域飞行，并在任何地点着陆，无需飞机跑道。US Air Force， 全是美军的一些。这里还很触目惊心的展示一颗，这里好多的那个是炮弹啊，好大的炮弹。1954年到1975年，战争持续了21年。这些炸弹，它的爆炸的时候呢，它的摧毁半径有100米的区域啊，并在直径3.2公里的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破坏。
盖炸弹在1970年在越南开始使用。这里一名中文的导游说，这些机器啊都是有维修过的，所以看上去比较崭新。他没想到胡志明会想到一个办法，让他们把坦克武器搬上山上面来跟他们打。这名导游介绍，这个越南击败法国是因为他们竟然可以把这种庞然大物搬到山顶。哇，这个可以说是生灵涂炭。我在游览这个的时候，不由得想起现在世界上到处发生的战争啊。如果世界上那么多的军事博物馆、战争博物馆它有作用的话，那今天还有这么多战争吗？比如说巴勒斯坦以色列战争啊，伊朗以色列战争啊，还有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啊，这太多了。5年啊，终于北越跟南越就统一了。你看这张照片的话，在整个越南的民众心目中都是很有分量的。然后呢，从1976年开始呢，就将这个西贡改名为胡志明 City。但照片是北越的母亲跟南越的母亲，就是这个团圆了。本来这集影片的重心在于战争遗迹纪念馆的，但是因为我拍摄了很多里面的照片，这些照片呢血肉模糊的，所以平台就限制了，所以我就删减了这约10分钟的内容。这10分钟的内容讲述了在战争的影响下，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有一些图片我是流着泪看完的。也许吧，这10分钟的影片会在未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和大家分享。出来都出好大的乌云，哦，下雨了，下点小雨。这里用一个叫炸弹头吧，做成一个。我已经出了战争纪念博物馆了，看到这一张照片，突然有一种热流想要喷涌而出的感觉，在眼睛里。胡志明市市中心的公园，这公园叫4月30号公园，统一日啊，就是纪念越南南北越统一的一个公园。现早。地上的就是一袋一袋的米皮，有时候呢就放一点这种花生、芝麻碎，还有辣椒油，拌一下。这里晚上是不是有好多的小地摊？现在已经开始铺这个了哈。这个教堂是典型的在越南的法式建筑。教堂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圣母玛利亚雕塑，它是叫西贡百年红教堂。而在红教堂旁边呢，又有另外一个西贡著名景点叫中央邮局，这也是一栋有历史的、有法式风情的一个建筑。眼前是胡志明市法国殖民时期第一座邮政局，建于19世纪末，100年老建筑了，也是很多游客观光的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它6点钟就打烊了，还有半个小时。它上面有一个大大的时钟啊，下面写着1886年到1891年。它运营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刚进来就看到一幅巨大的胡志明主席的画像。这里有一些旅游的机构啊，提供旅游服务，还卖一些纪念品，香水、越南手工纪念品。
哦，这个邮局还在运营中的 Vietnam Post， 可以寄明信片。哦，这里好多窗口是提供这个寄明信片的一个服务。这个有点火车站的感觉啊、你看，越南的这个南越的地图啊，就在湄公河三角洲这个地方。看一下越南的明信片啊，这个满满的越南特色。就在越南啊，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是有非常多用途的。一辆自行车就是一个小的个体。这里应该是秦彝的一个水上集市吧。这里是惠安古镇的一个赵馆会馆。这个是穿着奥黛的一些女士，这个是应该是宁平的这个陆龙湾。这是哪呢？我一时看不出来。这是哪里？芽庄吗？来西贡不可错过的体验就是来它的中心邮局寄一张快递，寄一张明信片。哦，感恩。烤过以后再用机器把它给碾得比较碎。到这里。买了2个虾饼，这里有一些生菜，还有一些像是红薯叶，不知道什么叶子。这是连续第4天来这一个美食市场了。这个虾饼就是来这样，一个虾饼是3万，2个就是5万。它里面有一些是土豆丝还是胡萝卜丝，酸酸甜甜的，味道一般吧。枣子要1个就行了。这个东西说不上难吃，但是也不好吃。这个还剩1半左右，没吃饱，来这里吃一碗河粉。这个是鸡肉。萝卜，这个像是那种贡丸的切片，粉肠。这个是这个五花肉，来一点柠檬。这里还有这个蘸酱，拿粉肠去蘸这个粉，很细啊。还有这个是猪皮吧，试一下这个粉肠。这个蘸酱终于不是酸的了，是咸的，很咸。